硕士毕业，选调进了省委，正科级起步。就在我以为自己摸到了听官入场券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去发了大计。文章内容与省委对省城的发展定位相悖。省委副书记张汉良把我变成了地方办公室科员，而就连省城相恋的3年女友也狗眼看人低。李怀杰，我想了想，我们还是不合适，你根本配不上我。分手就分手，这种不能共患难的女子，真要是和他结婚了，那后半生的日子才是灾难。不过李怀杰处事视角新颖，政治高度敏感，袁书记很是欣赏。在李怀杰回东平市的第3个年头，官升副处，兼任了市委办公室副主任一职。这样的晋升速度，哪怕李怀杰还在省委正研室也很难办到。可惜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李怀杰的直接领导袁书记很有可能高升省城任市长。现在的李怀杰又到了做选择的时候了。本来袁书记去省城任市长，一举越过了从正厅级到副部级的龙门，李怀杰直接跟着走就是了，有啥好选择的？但省城的市委书记是省委副书记张汉良兼任的，而力主把他从省委正研室下放到东平市的就是张书记。做人不能黑良心，本来市长和市委书记就很难尿进一个壶里了，跟过去不是激化矛盾吗？做官不能没脑子，有这样的市委书记压着，你不要说发展进步了，正常工作都得抵着压力。市委书记袁阔海这几天也很忙，不知道是省城的哪一位把他即将上任省城市长的消息给放了出来，导致这几天来找他汇报工作的领导干部络绎不绝。梁河县的福泉铜矿案还没进展吗？梁河县的福泉铜矿是国有资产，被人以开玩笑一样的低价承包了20年。就在上个月，发生了一起井下透水的严重安全事故，所幸井下人员全部及时安全撤离，这才没有酿成人间悲剧。这也把福泉铜矿的问题暴露出来了。我要去省城任职了，就留给下一任市委书记去整治吧，也算是给继任者留下一个很不错的抓手。他来开展工作，只要从福泉铜矿这里一路抓下去，就能迅速的打开局面，能深入了解东平市的大部分干部。您这才是真正的跃龙门，恭喜老板得偿夙愿，还是老板您仁义，给新书记送一个新手大礼包。就怕这位不明就里，以为自己接手了一个烂摊子，到时候他不但不领情，反倒落下埋怨。你有些小瞧天下英才了，连这一点都看不破的人，他也当不了市委书记。看着李怀杰对自己即将调离的消息，并没有表露出丝毫的惊讶，袁阔还有一些好奇。我要调走的消息你早就听到了。那不可能，我要是早听到这个消息，那必须要向您汇报求证的，否则就是犯错误。我也是从您最近频繁带我出去参加应酬，频繁的去省城、京城开会这2点推测出来的。袁阔海看着一脸云淡风轻的李怀杰，心中忍不住的欣赏。见微知著，是个聪明人。目前省委已经上报中央，你任我为兴城的市长，现在就等着中央的批复了。你有什么想法？这是袁阔海在工作中首次明确了自己要调走和即将担任的职位。袁阔海这么做，除了有对李怀杰的欣赏之外，更多的是信任。对我个人的前途而言，最好的选择就是继续为您服务，而我本人也想要继续跟在您身边学习，但是这会对您的工作造成很大妨碍，因为张汉良书记对我很厌恶。袁阔海沉思了片刻，神情渐渐严肃起来。讲清楚。3年前，我还在省委正研室工作，那时候张书记还没有兼任新城市委书记。在一次研究关于新城发展新定位的会议中，我对省委给出的新定位是持否定态度，也有过几次主张自己的意见，但是根本没有引起领导的重视，所以书生意气之下，就在内参上发表了那篇对内陆核心城市发展的几点构想。这和当时张书记倡议的新城发展定位完全相反。袁阔海对这件事情有着很清晰的记忆，因为当时内参上的那篇文章，袁阔海认真读了不下10遍。文章里很多观念和想法，简直和他自己的不谋而合，这也是李怀杰没有在东平市坐冷板凳的根本原因。那么目前这种情况确实不适合让你跟过去。眉山县的老刘今天上午来找我谈了下，他对现在的副书记关元民不是很满意，而且老刘对你的印象一直都很不错。我的想法是，既然你去不了新城，那就去眉山县干一届县委副书记，到时候腾挪的空间都要大不少。非常感谢您的提携，我感激不尽。您放心，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我会好好干的，一定不会给您丢脸。不说你也应该知道，张汉良张书记已经快满58周岁，在省委副书记的位置上还能折腾2年。你要好好利用这2年的时间，认真捶打你自身。等这2年过去了，我还是想让你来新城，好好的帮衬我。好了，把你手上的事情整理下，就在这几天调你去眉山。李怀杰暗自决定，今晚就上刘书记家一趟。正好刘家老爷子刚从京城养病回来，借口也是现成的，登门也不跌缝。来到楼下的天宝烟酒超市，老板娘夏小琼是个有办法的人，连足年的山参也能搞到。李怀杰包了2盒临夏老参，1盒38年的，1盒40年的。3000吧，给你抹个零，就给我4000吧。好家伙，半个月白干了。人情往来就是这样，既然是看望老人，总不能送烟送酒的，那不是让人笑话吗？刘书记的家住得不远，李怀杰在来之前已经和刘书记约过，
刘家老爷子顶着一头的白发，眉眼之间还能看出一些老派军人的英武。一位英姿飒爽的年轻姑娘陪在他身旁，当李怀杰进门的时候，就被这姑娘惊了一下。哇哦，小李来了。打扰了，刘书记。我听袁书记说刘爷爷的身体已经大好，回家了。这不，我就想着过来探望下老人家。刘爷爷，您驾驶轰炸机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的英勇壮举，让我对您一直怀着深深的敬仰之情。现在看到您康复如初了，我很开心，也祝您每天都开心。哦，爸，这是市委办公室的李怀杰同志，就是单纯的过来看望您。我还以为是我们哪家亲戚来了呢。你既然是组织上的人，还带东西来干什么？违反纪律了，回去的时候带回去呀。刘书记，这个不是野山参，野山参我买不起也买不到，这个是林下参，跟萝卜似的人工种植的，它不值钱。您跟刘爷爷解释一下，这是我的一片心意，不违反组织纪律。家里有位老人，刘书记估计没少找人买野山参，当然知道这东西是稀缺资源，不好搞，也就笑着点头应了下来。舅舅，我去泡茶。刘书记看到李怀杰红着脸，就有些皱眉。看小李这个架势，是看上我外甥女了。两人要是真有这个缘分，也未尝不可。这个李怀杰好像除了家庭出身差了一些，别的都挺合适。刘书记，不瞒您说，今天下午的时候，袁书记找我谈了一次，询问我对未来的安排。我说我想下基层去摔打摔打，脱去身上酸腐文人的皮。这不，袁书记就建议我来向您学习，听听您的意见。李怀杰的这番话虚虚实实的有些绕，但也很好的表达出了自己的意思。你是好奇关元民为什么要对抗我，是这样吧？这个只是次要原因，主要是我认为，我既然有希望跟在您身后学习一段时间，于公于私，我都应该也必须在第一时间向您汇报。这既是对党组织的尊重，也是对领导的尊重。哦，小李，你既然想到先来通个气，就说明你在政治上是成熟的。眉山县委需要一个政治成熟、手段圆滑的副书记，可别怪我事先没告诉你啊。眉山官场上，天线挂到省委的同志可不是一个两个，你要事先做好心理准备。刘书记话里话外就透着一个意思，小伙子，你既然都来向我做思想汇报了，那还不赶紧亮明你的原则和态度？毕竟县委县政府里的能人多得很，当然你也别指望我能帮你遮挡多少风雨，工作中碰上拦路虎，就看你自己的手段了。刘书记，我虽然笨了点，在政治这一块也还是想出了一个讨巧的法子，那就是政治上绝对跟着领导走，出彩不出彩的先不说，这个做法总是不会出错的。当然，除了涉及到大是大非的问题，我有自己的原则，并且能坚持的原则，这是好事啊！这说明了你是一名合格的领导干部。看刘书记没有要补充什么的意思，李怀杰也只好准备告辞。看了一眼依偎在刘老轮椅边上的许家，那一抹温柔歉意，深深触动了他心底里最深的柔软。一定要要到他的联系方式，不然我会后悔终生。李怀杰看向面色错愕的刘书记，对不起，刘书记，我冒犯了。今天见到刘老和你，我既荣幸又愉快。我很希望能和你们保持联系，当然是在你们觉得合适的情况下。如果可以的话，我很想留下我的联系方式，这样我就能在以后的每一个节日里为你们送上祝福。许家的脸庞微微发红，一边佩服李怀杰的勇气，一边又有些责怪他的莽撞。当着自己最尊敬的外公的面索要自己的联系方式，真的不好处理啊。感谢你能来看望我外公，你也看到了，我外公腿脚不方便，我就带他老人家送一送你。李怀杰同志，请。刘书记发现自己老爸看向李怀杰的眼光里有抑制不住的欣赏。今晚来的这个小家伙，要是上战场了，也是一头老虎。人家都当着你的面抢你家的宝贝了，你还夸他勇敢，你不觉得被冒犯了？战机转瞬即逝，这孩子错过了今晚，你怎么知道他就不是错过了终生？冒犯吗？当然是被冒犯了呀！要是家家真和他处上了，以后再和他算总账；要是没处上，咱老刘家还不至于和一个上门求亲的孩子过不去。不一会儿，许家微红着脸回来了。那小子拿到了你的电话号码了。先处着看看，反正不过是一个电话号码而已，他总不能顺着无线电波爬过来找我。对，干得他娘的漂亮！这个小子还不错，有点魄力。一个男人要是磨磨唧唧的，连追求自己的终生幸福都没勇气，那他也做不成什么大事。李怀杰因为发了一条文章，被省委书记从正科级安排到了地方办公室。没想到地方市委书记袁阔海对李怀杰的文章不谋而合，仅仅3年就摸到了县委副书记门槛。就在李怀杰上门数落新领导时，还被领导的外甥女一见钟情。妹婿一家虽说不是什么名门大户，却也是一门官宦。这个李怀杰哪怕真谈成了，还有不少关卡等着他呢。李怀杰从刘书记家出来，
心情很是不错。这也是3年来他第一次心动的女生。不管许家是什么样的人，如此年轻的现役上尉飞行员，那一定是极其优秀的存在，其追求者一定很多，肯定不乏比我李怀杰更优秀的人。所以要努力啊！万家，相信直觉吧，经验在缘分面前一无是处。先回家吧。李怀杰其实有点怕回家，毕竟他的年龄摆在这里，一直没有成家，给家里人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哎呦，这是谁啊？真是稀客啊！这一年到头的，难得看见你几回。妈，今晚做什么好吃的？今天就不说你了，你是个有口福的，大半年不在家吃一回饭，一回来就吃上好东西了。你爸今天钓鱼，连着钓了2只甲鱼，在锅里炖着呢。晚上你2个姐夫都要回来吃饭。李怀杰的2个姐姐都嫁得不错，大姐夫华强东自己办了一家小型服装加工厂，带着40-50号人搞服装加工业务。二姐夫杨明在兴城自己鼓捣了一个电子产品销售服务公司，去年1年净赚了400多万，还不包括仓库里库存的上千块显卡。我说几位，你们今天怎么有空回家来的？现在快年底，正是你们的旺季了。我回来路过大姐的厂子，就过去看一眼，这就一起回来了。你在单位怎么样？就那样吧，可能过几天会有调动，现在还不清楚。华强东一听自家小舅子的工作又要调动，来了精神头。我说怀杰，你这是又要进步了？哪能呢？我才28岁，这几年甚至今后10几年都不可能进步。这次只是岗位调动，具体的还不清楚。怀杰啊，你爸准备在兴城买一套房子，你怎么想？那就买吧，这个时候投资买房怎么也亏不了。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听说公务员首套房各种优惠福利力度挺大的，我们就用你的身份买啊。李怀杰听到这里不禁皱眉。妈，你光听说了优惠福利，不知道这里面也有制度限制。你和我爸要买房，我赞同，但不要用我的名字买。怀杰，不是二姐说你爸妈用你的名字买套房子怎么了？李怀杰很想直接问他，这套房子买下来算谁的？但这样的话说出来，就真的很伤感情了。我们有制度要求的，这个真不行。怀杰，我们也是看房价涨得飞起，这才动了投资买房的心思。刚好你的组织关系户籍都落在新城，有在新城购房的资格，这才合计着全款投资一套房。我们就想着全款买下来，等房价涨起来了再卖掉，不过是到手的事情，怎么也能给爸妈挣一笔养老金的。你的购房制度我都打听了，好像也没什么影响。这套房我们卖掉了，你的首套房补贴福利还是能恢复的。李怀杰听到这里，算是全明白了，这就是爸妈说的要买房投资，原来就是给二姐家投资。妈，我要出去办点事，你们买房的事情我赞同，但不要用我的名义买，因为这对我的影响很大。在回到家中的时候，姐姐2家人已经走了，参加喜宴的父亲也回来了，只剩下满桌子狼藉，留给李母在独自弯着腰收拾。那2个大小姐走了，好家伙，这吃完饭，万一撂是抬脚就走，咱们家都成饭馆了，还是免费的。女儿女婿是教客，得罪不起。你个死老头子，在外面好吃好喝的，回来了还不消停，还要阴阳我该你们的吗？有本事你倒是说说，你敢吗？瞧你那女儿奴的样子。爸，我最近工作有调动，今后就不在家住了。李怀杰考虑搬出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当了眉山县委副书记之后，迎来送往的自然在所难免。就凭他那2个姐夫爱占小便宜的心理，到时候肯定有扯不完的皮。还是和家里人做个切割，对这个大家庭来说是件好事。这眼看着就到年跟前了，过完年再搬不行吗？我迟早都是要搬出去的，慢慢的习惯就好了。我说怀杰啊，这房子我们不买了还不行吗？非得搬出去干啥呢？你这就要搬出去，是存心气我们老2口，还是恨上你俩姐姐了？李怀杰的心情彻底坏了，在这一刻他感觉到一股入骨的孤单。回到房间，手机铃响，拿起来一看，是大姐李素杰的。我说怀杰，你这是翅膀硬了，我们还没怎么你呢，你就要搬出去干嘛？爸妈扯你后腿了，还是我们家耽误你进步了？这一瞬间，李怀杰的冷静彻底被打碎了，更伤人的话他不想说。大姐，你们在家吃完饭洗个碗，帮着妈收拾收拾总应该吧？你们是怎么做的？是真拿亲妈当老妈子使唤，不惭愧吗？再说了，我是住在家里还是搬出去，这是你们能管的事情吗？我看你是皮痒了，敢和大姐顶嘴，你还有点儿。李怀杰不打算听大姐的唠叨，轻轻挂断了电话。这个家还叫我怎么带？李怀杰忽然很彷徨，他就像一艘迷航的船，要寻找一个锚点。拿起手机给许家发了一段信息：你好，希望没有打扰到你，我很好奇你的生活，你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许家正回想着自己为什么要给李怀杰电话号码，这次休假回来主要是为了陪同外公养病，没想到的是，居然在快回部队的前几天碰上了李怀杰，一个让他怦然心动的优秀男子。这个时间点该不会是那个爱脸红的家伙发来的吧？他打开短信一看，果然是李怀杰的。看着这条语气里透着小心翼翼的短信，许家有些不以为然。既然都准备试着交往了，还这么小心翼翼干什么？怕把我吓跑了吗？拜托，我可是飞行员，还是飞轰炸机的，没有打扰。我们每个人都自己的世界，我的世界里没有弱者，充斥着汗水，
钢铁和发动机的轰鸣声，梦一般的云朵和画卷一般的山河。接下来的短信往来中，两人浅尝辄止地讨论了一些人际交往中的问题。李怀杰清楚地知道，这次他真的恋爱了。第二天，严书记要独自去京城开会，李怀杰送他去机场的时候就有预感，他只怕不会回东平市了。从机场回来，许家又给李怀杰来电话，说是部队的飞行训练任务紧张，他要提前1星期归队。来得挺快的，路上车不多吗？一别心知两地秋啊，还好吧，跑快点不是能和你多待几分钟吗？你这次归队，再休假的话要隔多长时间？年休嘛，每年的时间不太固定，部队忙的时候，假期自然就要往后挪。那你们过年有假吗？没假的话，能请假吗？你把部队想成什么了？当然可以请假啊。再说了，即使我有假，春节不也是你在忙的时候吗？难道你是有什么打算？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去你们家认门。你想得美哦，我们认识才几天。许家走了，李怀杰的心也跟着走了。李怀杰的公示期结束的第2天，到了该去眉山走马上任的日子了。市委组织部的副部长费春云陪同李怀杰到眉山上任。一般情况下，副书记干部的任命多数都是干部一科的科长下来送，让常务副部长送一名副书记上任，这在东平市委组织部还是极为罕见的。眉山县委办公室的主任杨长兴带着自己的联络员小卢，早就等在高速出口的匝道上，准备迎接李怀杰上任。让我一个46岁的老同志接一个28岁的小领导，真是难为我了。车在匝道边上停了下来，费部长和李怀杰一起下了车。杨长兴也是很有眼力劲的，一看车上走下来的居然是市委组织部的常务副，连忙快步迎了上来。费部长您好，感谢您给我们眉山县送火车头啊，这位就是李怀杰书记吧？您比照片上看着沉稳啊。我们市委这次实在是下了大本钱，李怀杰同志可是省委出身的高级知识分子，说给你们眉山就给了。尼玛，现在什么阿猫阿狗都能称呼一声知识分子了，还高级知识分子？他李怀杰在什么报刊杂志上公开批评过什么思想吗？反对过什么主义吗？但现实的无奈就是他杨长兴还不得不舔着老脸连声称是，这才是叫人郁结难平的地方。费部长过誉了，小李我愧不敢当啊。杨主任回县里再说。费部长，县委这里有点小事要向李书记汇报，您看是不是让李书记上我的车？眉山县委真够忙的，忙点好啊。费大姐，我们这就给您开路。回到车中，车向眉山县驶去。两人正准备就今天的日常安排做沟通的时候，李怀杰的手机短信铃声轻轻响起，打开一看，这条短信是他久未联系的高中同班同学郭小静发来的。老同学，前山镇路边有2拨人正在拦路上访，这2拨人是生死对头，现在已经快打起来了，你要小心了。郭小静是市报的记者，前山镇去年发生的拆迁械斗命案，受害者家属对赔偿金额不满意，讨要不成就上了1级公路，准备拦车上访。这2拨人腰里头都别着家伙，郭小静一下子就联想到，今天就是他一直偷偷关注的老同学李怀杰上任的日子。很显然，今天的上访绝对是冲着李怀杰去的。如果换一个人发这条短信，李怀杰一定不在意。但郭小静是市报的记者，从他这条短信的语气来看，他应该就在现场。联想到自己在组织部网站上的公示，市报上连续5天的专栏公示，郭小静应该已经确认了，这批拦路上访的人群就是针对自己来的。群体械斗，一个不好就要出人命啊！眉山这潭水也太深了，自己还没有到任呢，就要被逼着溅上一身血吗？欺人太甚！上任第1天就被县长秘密安排了一份大礼，40-50人抄家伙围堵在了必经之路，准备闹事上访。然而李怀杰知道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老子刚上任第1天，你县长就安排了这么一出好戏，我出面的话，群众必然会情绪激动互殴起来，到时候我这个县委书记就成了冤大头了。看来眉山的水很深啊！杨长兴看到李怀杰接到一条短信之后，神色就突然变得非常严肃，心里头多少有些看不起他。到底还是年轻，没城府。忽然，前面开到警车上的高音喇叭响，前方堵路人群，请立刻散开！你们已经危害到公共安全，请立刻疏散。春云部长，前方疑似出现了成规模的上访群众，我的意见是掉头回东平。什么？费春云听到前方出现了上访群众，还是成规模的，一股怒火直冲脑门子。这种成规模的上访行为，是一个还没有上任的副书记能摆得平的吗？老娘难得下来送一回干部，你们这些个王八蛋就要出老娘的洋相。好，眉山县县长月香是吧？你给老娘等着，以后你月香推荐的每一个干部，老娘都给你卡死，让你一个人完蛋去。现在李怀杰提出要返回市委，就是要把事情搞大，搞成政治丑闻，这样市委也就有了理由来处理月香。杨长兴看到这里，这才意识到今天的麻烦大了。不管是李怀杰掉头回市里，还是被上访的群众拦住，我作为一名陪同迎接的县委常委，都要跟着李怀杰吃挂落。不过被上访群众拦住了，只要不发生流血事件，最多就是吃政绩处分，还是要劝说李怀杰回眉山。
李副书记，你要是就这么回到东平市，眉山县你这一辈子都别想来了，你知道吗？那帮人身上都带着家伙，你确定我们去现场不会引发流血冲突？到时候引发流血冲突的责任谁能背得起？那走吧。事情都发展到这个程度，你杨长兴身为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给县委刘书记打个电话汇报下情况很难吗？只有一个原因，这也是一个软蛋，还是个县长下边可怜的软蛋。与此同时，费春云也在向市委组织部长吴启明汇报李怀杰被上访群众给堵了回来的事情。吴部长甚至都不用思考，直接就认定了这是月香所为。袁书记刚调走呢，你们这么搞他的秘书，这么等不及的要报复吗？火大的吴部长一个电话，直接安排了一个特警中队跟着他下眉山县。岳县长知道今天李怀杰要到任，特意挑了一个比较偏远的小镇检查工作，一方面是为了避嫌，另一方面也是要给李怀杰一个下马威。正出神，突然接到了省交通厅财务处处长岳震的电话。岳震一个劲的要求岳香收了神通，不要再没事惹事。他这个当哥哥的，这次是真摆不平。岳县长对此倒是不以为意，说是命案家属上访这个事情根本不需要他这个县长亲自出面，只要他一个暗示，下面的镇长书记一个个跑得比谁都快。官场上的这种隐私事根本无需证据，全靠自由心证。就算全市的领导都知道是我岳香所为，那又怎么样？有证据吗？自己这个大哥可真是官做的越老，胆子越小。车上，李怀杰终于理解刘书记为什么要找市委换副书记了。这样不顾大局的县长和副书记勾连在一起，简直就是一场行政灾难。这个眉山县还真是个是非之地啊！不就是耍流氓吗？谁不会呢？想让我做一个举手副书记，做你岳香的乖宝宝？你岳家的坟头上是长了人参，还是长了灵芝？在他的沉思中，费春云打来了电话。小李呀，车靠边停一下，我们需要开个临时的小会。好的，春云部长。很快的，李怀杰坐上了费春云的车。小张，车往兴城开，我们从兴城这个方向进眉山。就在费春云准备说点什么的时候，李怀杰的手机响了，是刘书记亲自打来的。我说小李，你这真要直接回东平了，到时候你的政治生命肯定是直接牺牲掉，结局就只有出国留学这一条路了。再想着施展你自己的政治抱负极无可能，而且受到你的牵连，我也会被评调去一个中等局当一个局长，干到退休，甚至就连好心送你下去的费部长都要背一个处分，这不会是你想要的。相信我，绕道去眉山吧，剩下的交给组织处理。你要相信我党的自我纠错能力。刘书记，面对这种把群众上访武器化的卑劣斗争手段，目前党内有什么好办法来惩处的吗？据我的了解，完全没有。面对这种对政治生态有着巨大破坏力的斗争手段，我以为必要的自我牺牲是值得的。假如牺牲了我一个，能给广大党内干部画下一条斗争红线，那么我的牺牲就是值得的。看着面色铁青的李怀杰，费春云既感动他的自我牺牲精神，又恼他的个人英雄主义。这是政治斗争，不是战场上的攻坚战，非要你李怀杰背起炸药包才能炸掉这个碉堡。你是有战友的，而且你的战友比你想象的要多，也比你想象的要有力量。怎么到了你李怀杰这里，就不能接受战友的配合和帮助了呢？完全不值得。如果你有法学界的朋友，你就会知道，法学越精深的人，就会对法学本身越失望。他们常常会对你感叹，法律不是万能的。同样的道理，你现在的这种自我牺牲，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对现有的党制不信任。你的这种不信任表现，实际上对我党的伤害，已经远远超出了某些人把群众上访武器化的程度。记住，小李，这个世界上没有万能的制度，服从组织决定，去眉山打掉这些丑恶现象，这才是一个有担当的好干部。刘书记的话就像一剂清凉油，涂抹上了李怀杰热得发胀的脑门，让他逐渐冷静下来。难怪袁书记一直在担心自己的韧性，果然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冲突，自己的第一想法就是同归于尽嘛。小李，群众拦路上访的事情我已经汇报给了吴部长，他已经和谭岩理事长一起带着特警下来处突。没办法，在刘书记不在眉山的情况下，处突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没有完全的把握，那是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不负责任。春云部长，既然市委组织部已经决定了，我无条件服从。在这里我也要向您讨一颗定心丸。刘书记现在在京城，什么时间回来还不清楚。今天这次针对组织部门送干部的拦路上访事件，在您这里是个什么处理章程？现在吴部长还没有开始处突，不知道这次的群体事件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但是不管这次的处突后果如何，这件事情的责任认定从组织程序上来讲，都是县政府维稳工作不到位所造成的，所以责任追究的权利，我们肯定不能交给县政府的。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美式姓岳的是不要再想了，这件事情的责任必须落在县政府头上。当然，考虑到眉山县委的特殊性，追究责任的权利最终应该会落到县委这里。这个情况你应该是清楚的。那么
你到任开展工作的第一把火，市委其实已经帮你烧起来了，这对你来说其实也未必不算是一件好事。谢谢春云部长，说一句大实话，现在我算是知道什么是娘家人了。小李呀，我有时候很羡慕你，比我早5年生复出。可看着你现在的对手，我又为自己感到庆幸。这样的官场对手，谁遇到了都要脱一层皮呀。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或许这就是我的世界吧。李怀杰的车下高速的时候，吴部长和谭市长带着特警中队的干警也到达了前山镇。上访现场很惨烈，警车已经被推下了公路，车上3名警察全部躺在公路上呻吟。特警队最终平息了上访群众的群体斗殴事件。时间很快就到了中午的11点半，李怀杰的车已经进了眉山县城区。车内，杨长新的手机突然响起。您好，岳县长，您有什么指示？老杨，让你去接副书记到任，你都干了什么？你岳乡还好意思问我干什么去了？我特么的差点被你整的背了处分。官大一级压死人！现在面对岳县长的质问，杨长兴不得不委屈的解释：岳县长，我什么都没干。开到的警车被前山镇的群众拦住之后，李书记立即命令我的车掉头回东平市。领导，在那种情况下，您是知道的，我什么都做不了。什么李书记？那是李副书记，什么都做不了吗？我看你是什么都不敢做才对吧？你不就是怕控制不住上访场面，酿成群体性事件吗？我告诉你们，就因为你杨长兴和李怀杰的不作为，这才酿成前山镇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现在这场大规模群体事件已经引起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关注。市委组织部的吴部长和谭延礼副市长就在现场处理指挥急救工作。现在3名警察全部重伤，其中2人伤势垂危。你说怎么办？杨长兴同志，现在你要是不把这件事情和县政府讲清楚，县政府和你没完。你岳乡真不是个玩意儿，这个屎盆子扣的功夫也没谁了。岳县长，这次群访是不是有预谋的？是谁挑唆的？都还没有调查清楚，你这个时候就扣帽子，是不是早了一点？等市里查清楚了再来谈作为不作为的，也不迟嘛。那个老杨，我刚才急了一点，你不要怪我。今天的这个群体性事件闹得有点太大了，副书记命令车掉头不管的，这个事情你应该向市里说清楚吧。一人做事一人当，我相信李副书记也不是耍无赖的人，你说是吧？眉山县县长岳湘想给新上任县委副书记一个下马威，派人在任职的路上秘密制造了一场持械拦路上访的戏码。没想到李怀杰早就看破了这套路，反而直接来了鱼死网破。这也是现场发生暴乱，3名警察重伤，而县长岳湘却想把责任都推到李怀杰的身上。领导，发生这事的时候，李副书记还没有到任呢，从组织程序上来说，他不可能承担什么责任的，您说是不是？什么还没有上任？这是问题吗？从组织部任命他为我眉山县委副书记的那一刻起，他就是我眉山干部。既然是我眉山县的干部，怎么能在遇到群体性事件逃避不管之后，还不用承担责任？岳县长，这种事情如果市里的调查组来问我，我肯定实话实说。我说老杨啊，我听说你爱人已经干了小10年的副科级，一直没动位置是吧？这样吧，这几天内我就把他调到县卫生局当局长，肯定不行，当个正科级的党组副书记应该问题不大。老杨，真有调查组来了，你知道该怎么说了吧？岳湘说这句话的时候，虽把乌渡河镇的党委书记何小青和镇长安继来甩开，可实际上又能让这2位听得清清楚楚。不管是何小青还是安继来，确实被岳湘的权势给震慑住了。一个正科级领导干部说提拔就提拔，看来眉山县还是岳县长的天下。杨长兴一听，居然还有这样的好事，心跳都快漏了一拍。岳县长真能这样的话，您放心，不管他来的是什么调查组，我都实话实说。后面车里，李怀杰也在通电话，不过和李怀杰通电话的人是市委副书记张以江。袁阔还调任兴城，省委还没有下派新的市委书记，目前东平市委的日常工作由张副书记主持。小李啊，前山镇公部发生大规模械斗的事情，我已经听谭延礼市长汇报过了，4人轻伤，45人重伤，其中5人伤势垂危，还包括了2名护卫你们的警察。我们要给上级党组织一个交代，要给社会一个说法。市委市政府要建立一个调查组，联合眉山县委一起把这件群体械斗事件的起因调查清楚，特别是这是不是一起有准备、有预谋的群体性案件，这个性质要调查清楚。目前4星市长和我一致决定，任命谭延礼同志为这个联合调查组的组长，负责统筹协调调查组的全面工作。考虑到你刚刚到任，对眉山县的人和事都没有任何的利益关联，在这件事情上能处在一个相对客观的层面，
市委决定由你来担任这个调查小组的副组长是合适的，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张毅将啰啰嗦嗦地说了一大堆，其实重点就一句话。李怀杰当然明白张副书记的意思，就是要查实这件案子是有准备有预谋的。一旦调查组长谭延礼脱离这个调查方向，他李怀杰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向市委汇报。一切巧合的背后都是逻辑在搞鬼，所以请您放心，一江书记，这件案子的调查方向必然是从组织挑唆开始的。张一江得到李怀杰这样明确的答复之后，也是松了一口气。他最担心的是谭延礼把这件案子办成不了了之的无头案，那样的话，市委市政府的威信真的将荡然无存。你心里有数就好，要配合好谭市长的工作，争取尽快把事情查清楚，早一天查清楚，大家肩上的压力就早一天卸下来。挂断电话，车很快就到了眉山县委所在地。不像县政府大楼那么现代化，眉山县委大楼是一整套上世纪60年代的老建筑群。李怀杰上任的场面就很冷清，只有县委办公室的一众工作人员。老杨，把欢迎宴撤掉吧，一顿不吃饭，饿不死人。就在这时，一直陪在他身边的李怀杰兜里的手机响了。谭市长您好，请您指示。李老弟，我们俩就不要来这一套了，就当成老书记还在东平市这样住，不好吗？谭市长兼的东平市公安局局长一职，他和袁阔海的关系当然不会差，但实际情况怎么样，只有谭延礼自己知。老书记在东平的时候，我也一样这么敬重您啊，您一直都是我的领导嘛。现在小李我还没上任就被人欺侮了，正想着跟您诉委屈呢。前山镇拦路上访的群体性事件，市委市政府已经责成我成立一个调查组，查清这件事件发生的原因和结果。所以小李，你要是受了什么委屈，直接说，我肯定会好好调查的。李怀杰的剑眉微微一拧，他眼角流出危险的眼神。这个老谭有问题啊！我这个市委指定的调查组副组长，在你这里真的不值一提吗？尽管你谭延礼是副厅，我是个小副处，可你老谭做的这么绝情，想来是有原因的吧？那我要感谢谭市长的爱护了，就是不知道谭市长的调查环节要从什么地方开始。谭延礼被李怀杰的轻描淡写给整不会了。谭延礼故意不提李怀杰是调查组副组长，这种明目张胆的藐视。然而这个李怀杰并不吃他这一套，这就有些不太好处理了。现在的小年轻城府都这么深了吗？你的意见呢？我当然无条件服从市委市政府的意见了。40多人的集体械斗，这是轰动全国的大事，40、50人呢，难道就不需要提前组织准备吗？小学生郊游还要准备一段时间呢。谭市长，您说是吧？谭延礼被李怀杰软中带硬的一通抢白给架了起来，架得他很难受。谭延礼之所以要为月香开脱责任，倒不是他和月香之间有什么瓜葛，而是他和月香的哥哥岳震属于同一个派系的，都是省政法委书记洪汉生一手提拔起来的人。虽然岳震的级别不过是正处，但交通厅财务处的处长韩金亮懂得都懂。李怀杰的电话完全没有避人，杨长兴就直接听傻了。尼玛，你一个小副处居然敢这么大声的和一个位高权重的副市长说话，你这是嫌弃自己的小日子过得太好了是吧？杨长兴心里头百转千回，耳朵却在听着这一通电话的后续。那我安排县委做好接待准备，等您前来指导工作。杨主任，你也听见了，李市长要来我县搞调查，你现在去做接待的准备工作吧。至于费部长的吃饭问题，我来安排。杨长兴在这一刻深深地感到一股无力感，甚至感到了羞辱别扭了。谭市长的意思，今天这个事情他想大事化小，有点这方面的意思，但给我的感觉他未必有多坚定的意志。市委的意思必须要查清事实，追查到底。难怪了，原来是张副书记要给自己树立新形象啊！也是袁书记调走之后，市委里资历老一点的人，可不就是他张一江了吗？他这是要做给上级看的。春云部长，今天发生的事情必须要查清楚，否则对组织部的威信也是一种损害。我想启明部长虽然没有参加调查，但他一定会盯着这件事情。懂了，不就是想要我留下来陪你一起面见谭市长这个调查组组长吗？真是的，是个人都想在我这里占点便宜，真以为我好欺负啊！今天的这个事情，谭市长要是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直接找吴部长讨说法去，我就不信了，还没地方讲理了。谭延礼在挂断李怀杰的电话之后，手机的铃声又响了，拿出来一看，是岳震打来。喂，岳老弟啊，饭点上给我来电话，有什么好事？谭大哥，哪里来的好事啊？这不，我那不争气的弟弟刚才给我来电话，打听这个事情事理是个什么处理意见。你们的张一江副书记可是把我小弟好一阵痛骂，他这心里头有点慌。该骂，现在知道心里发慌了，早干什么去了？真要是死人了，我都要跟着背个处分。这样大的案子，谁敢往下压？谁能往下压？岳震听得出来，谭延礼这是真不想帮忙，但一世人两兄弟，这个时候不拉岳香一把怎么办？谭哥，我知道我这么说有些冒昧了，但我就这么个兄弟，怎么也不能干看着他落难不管了。
我的要求也不高，只要他不出事就行。现在你是调查组的组长，以你丰富的办案经验，随便找点能帮他推卸责任的证据，这点要求不算太过分吧？岳老弟，不怕说一句灭自己威风的话，你这个要求全东平市没有人能做到，就连廖四清都做不到。我不是不愿意帮忙，我真是帮不了。你光听说了我是调查组组长，你怎么就没打听谁是副组长呢？副组长是谁？李怀杰，张副书记亲自点的将，这下子你该明白我的为难之处了吧？这个小年轻很好对付的吧？倒是他身后的张一江有些难办。我一时半会的还真找不到能和他说得上话的人。这个李怀杰我了解，并不好对付。岳老弟，我只能和你说一声抱歉了，这个忙我帮不上。我要是你，就抓紧时间活动活动，赶快给你弟弟换一个不起眼的位置，这个才是正经事。这次他的麻烦大了。谭延礼说完，不等岳震再说什么，随手挂断了电话，却在心里头默默盘算开来。如果真要对岳香有所照顾的话，该从哪里下手比较稳妥？毕竟都是一个派系的，唇亡齿寒啊！岳香此时也赶回来了，他没有直接回眉山县政府，而是去了一趟前山镇，找到镇长后永贵和天龙地产的王老板。三人在天龙公司进行了时间不长的密谈。今天这出上访的群众，就是和天龙公司之间的纠纷。岳香不知道的是，有一个记者躲在暗处偷偷在拍他，就是李怀杰的高中女同学郭小静。他不知道这些录音和照交给自己家小叔市委的郭秘书长，还是交给自己梦中的罗伯特。老同学李怀杰。县长为了给新上任的县委副书记一个下马威，竟然命人在上任的路上制造了群体械斗上访事件，怎料后果严重，市里成立调查组，副组长正是新上任的县委副书记，而组长却是和县长一个派系的副市长谭延礼。谭市长赶到了眉山县委，李怀杰率领县委办公室的几名科员已经等在县委大院的门口多时了。领导肯定还没吃中午饭，县委招待所的小食堂已经准备好了，我们拐个弯去一趟。李书记，你说呢？小李，与会人员你通知了没有？时间不等人啊！谭市长，在没有确定调查方向和汇报制度之前，就召开调查会议，是不是太仓促了一些？再说了，这件事情很快就会引发社会轰动，怎么统一口径对外发布消息？调查组也必须要定下一个基调，您说呢？谭市长不置可否地笑了笑，这才扭过头对杨长兴说道：“谢谢你的好意，吃饭就算了吧。你们李副书记的迎新宴，我是真参加不了。小李啊，有些对不住你了，但还是工作要紧啊。”谭市长，就是一顿工作餐而已。再说了，我们李书记的迎新宴已经办过了。这个杨长兴是不是真傻？你们办完了吗？我还想着留到晚上邀请谭市长好好叙一叙旧。小李，你从老书记身边离开后，变得活泼了很多啊。以前可是老成持重的很。小会议室门口，费春云看到谭市长过来。谭市长，现在您是调查组的组长，今天的这个事情，您无论如何要给我一个说法。我好意给眉山县委送干部，难道还送出了仇恨来，要这么整我？谭市长见了费春云一阵头大。这个费春云在东平市委可是出了名的泼辣，敢说敢干。哎，你岳香真是个傻大炮，什么人都敢招惹。费副部长，你放心，不管这个事情查到什么，我都会给你一个正面交代，给东平市委组织部一个合理的交代。谭市长的这个表态近乎低声下气，完全不是一个兼着公安局局长的副市长说出来的，看得杨长兴心里头发毛。难道说我这一宝又压歪了？小李留下，其他人都出去吧，我们调查组要开一个定调会。小会议室里，谭市长既想着能在调查这件事情上卖岳震一个人情，又不想因为这个受到牵连，所以尽管李怀杰已经催了2次，要求尽快就这件事情的调查方向定个调子，可他就是犹豫不决。就在这个时候，两人的手机几乎同时响了起来。刚刚医院来电话，一名叫李振的警察同志已经牺牲了。医院反映，另外2名重伤员也很难熬过今天下午。事情已经发展到了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这一步。请领导放心，我会顶住压力，彻查此案，给遇难者家属一个公道，还东平市委眉山县委一个清白。小李，这件事情拖不得，每拖一天，调查的难度就会增加1分，舆论给我们的压力就会加大1分。市委对你的要求就是查出幕后元凶，那种找几个副科级的干部出来顶包的做法，全市人民都不会同意的。挂断了张副书记的电话，李怀杰立刻拨通了老同学郭小静的电话。毕竟这是死了人的大案子，郭小静要是还留在前山镇，
人身安全很难有保证。老同学，感谢你的及时提醒，让我避开了一个大漩涡啊！这个人情我会谨记在心。刚刚得到的消息，目前已经有人员死亡。如果你还在眉山的话，你必须赶快离开眉山。我现在还在前山镇，小旅馆周围已经出现了可疑人群在找人，现在该怎么办？我没有办法自己赶来保护你，但我会马上给市委办公室的齐主任打电话求救。你要保证自己有1到2个小时的安全时间。我挂了，等我消息。李怀杰不敢有半点耽误，立刻拨通了齐主任的电话。齐主任连是帮什么忙都没问就应了下来，可见他对李怀杰的信任程度了。现在的记者都这么忙，已经出了人命的案子，还敢在案发地区逗留？这样的事情，齐主任按照一般程序都会和郭秘书长打一声招呼。郭秘书长一听是市报的记者，心里头也是一个机灵，立刻就有了一种不好的感觉。他的侄女儿就在市报社当记者呢。那个记者是男是女？叫什么名字？去救人难道还要分男女吗？再说了，也不知道是男是女啊。于是齐主任就照着李怀杰给的名字汇报给了郭秘书长。郭秘书长一听是郭小静，头皮都是麻的。这是大哥家的独苗苗，虽然已经嫁人了，但也宝贝的不像话。他要是出点什么事，大哥家日子还过不过了。你快点去，我这里叫上裕华分局的老夏，随后就跟过来。记住，一定要注意大家的人身安全。李怀杰正在小会议室里和谭市长相对愁容，不知道从何谈起。小李啊，这个事已经闹出了人命，追查到底是肯定的，这一点你不用怀疑。现在要考虑的是怎么向社会通报，这里面的事情不用说，肯定有政府的干预因素。现在会议室里没人，我就这么说吧，谁都知道这件事情和岳乡县长有牵扯。问题是，就这样不加处理的直接面向社会通报，政府的威信也就毁了。这样做的负面影响太大，代价也太大了，你觉得呢？您的意思是要区别通报？领导，区别通报固然解决了政府的面子问题，但是不可否认，真的这样做了，市委在处理责任人的时候，也只能轻拿轻放，完全达不到市委要求的警示作用和震慑效果。你知道吗？真的对社会全盘托出，受这件事情牵连的人可不是1个2个，甚至连我都免不了的要背上一个警告处分。我再说句大白话，恨上你的人可不会少。你确定要这样做？这么说吧，严理事长，如果这件事情的情况通报人是你，你敢不如实通报吗？谁也不能保证某些人为了泄愤也好，为了我屁股底下的位置也好，不会戳穿我们的谎言。到时候我怎么自处，调查组怎么自处，市委市政府要怎么自处？那就这样吧，一切都按照实事求是来。眼看着两人已经达成了共识，小会议室的门被人粗暴的推开，一个矮胖白皙的中年人闯了进来。李怀杰立刻就认出来了，这是岳香。我还没上任呢，你个老小子就要把我往死里整。既然你这么不讲究，那你也别怪我耍横了。懂不懂规矩？不会敲门吗？哟呵！小李，不要生气，这位就是岳乡岳县长。岳县长不怎么去市委，倒是经常去市政府。你们不认识？尼玛，你一个副书记居然对我拍桌子，还要问我懂不懂规矩？你不知道什么是规矩吗？我说你谁呀？你干嘛的？抽起！我不管你是谁，你现在扰乱市委调查组的会议秩序，请你立刻出去。谭市长，你都看到了，这个小家伙太没有素质了，完全没有上下尊卑。好你个小王八蛋，我是你的县长，你给我等着，你个无组织无纪律的玩意儿，这个官司我跟你打到市委去。还知道你是县长啊？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县委书记呢，不是省管干部。你有什么权利冲一个副厅级领导主持的调查组工作会场？到底是谁无组织无纪律，简直无法无天！岳香同志，我跟你说，今天这个事你想私了都不可能，这个官司我跟你打到底，还愣着干什么？滚出去！此时正在会议室外面听墙根的杨长兴吓得一哆嗦。卧槽，这个李怀杰是真猛啊！完了，我今天连他的上任讲话都给取消了，这还得了？后面的日子只怕不好过。我在眉山县委的会议室里见上级领导，居然还要被人赶出来，这让我以后在眉山官场、东平官场怎么混？尤其是赶自己的人还是自己的下级，还是当着一位副市长的面，简直奇耻大辱。岳香真的觉得自己很委屈，但是当他看到谭延礼一脸阴沉地看着自己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胆气一下子就没了。小叶，你先出去吧，这儿正开会呢。不是谭市长不想维护着岳香一点，实在是岳香干的这个事情半点也沾不得。姓李的，你给我等着！哼！李怀杰正要再次几句岳香，忽然兜里的电话响了起来。我说小李，你差不多点儿得了，给我留点面子吧。李怀杰，你虽然是袁阔海跟前的红人，我犯不上针对你，但该维护自身尊严的时候也不能含糊。对不起，谭市长，郭秘书长的电话我不好不接。您好，老领导。小李啊，
跟我说说郭小静是怎么联系的你？她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李怀杰把他自己和郭小静联系的经过简单说了一遍。郭秘书长是个涵养很好的领导，考虑到李怀杰也是今天刚上任，就碰上这么大一件事情，顾不上郭小静才是正常的。你现在在干嘛？正和谭副市长商量对今天这起群体械斗事件的调查方向以及对外通报的基调进行定夺。你和严理事长有不同意见？不过已经沟通好了，我们一致认为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来开展调查工作，也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外公布消息。这个李怀杰可真不是展省油的灯，我这儿还没怎么样呢，这小话就传到市委了，还是当着我的面说的。小李，我跟你说，好钢也要300锤，你只有过了这道坎，才知道自己的骨头有多硬。配合好谭市长的工作，遇到事情要及时向市委汇报。你是有娘家的人，这才是自己人。李怀杰听得心里头暖和了不少。郭小静此时正在小旅馆紧张的等着，突然就听见敲门声响起。2308房的，开门，有人找你们。到现场的犯罪证据后被堵在旅馆，没成想女记者是市委大领导的侄女。千钧一发之际，市委办公室乔主任带着保卫科副科长魏国民及时赶到。那3、4个人已经在郭小静的房门口折腾了有一会儿。你们是什么人？老板呢？快点出来说明情况。警官，我是这里的老板，你们怎么来这里了？走，下去坐一下，喝杯水。老板，你不要客气，我们是在办案。你们这里有女客人报警，他们被骚扰了。说吧，这些人是什么人？在这里干什么？他们不过是街坊邻居的，在这里找人呢，可能动静搞得有点大，吓着他们了。魏国民不再和这个女老板费什么话，直接一挥手：“你们几个涉嫌扰乱治安，老实点，跟我们走。还有你既然是老板，又这么配合他们，肯定是知道内情的，跟我们一起回去，把情况说清楚吧。”凭什么要抓我们也得镇里的汤所长出面陪着？你们这叫什么？反正不符合流程。放心，你们会见到汤所长的，都带走。郭小静上了自己的车，一颗心这才踏实下来，迅速拨通了自家小叔的电话，说自己已经被齐主任接到了，现在正出前山镇。郭秘书长听到这里，总算是松了一口气。既然自己对今天搞到的资料吃不准要交给谁，为什么不交给自家小叔呢？谁叫李怀杰不亲自带人来接自己呢？这个罗伯特果然只能出现在梦里呀。于是郭小静就自己从接到新闻爆料人的电话开始，跟自己的小徒弟一起，什么时间到的前山镇，详细的说了一遍。郭秘书长听得心中一动，这些材料一旦上了市委张副书记的办公桌，岳乡这个县长肯定保不住啊。也就是说，有一个正处级的岗位要空出来，这里面可以运作的地方不少啊。小静啊，你手里的东西很重要，一会儿直接给我，然后就不要对外说了。对了，跟你的小徒弟说一声，今天的这个事情我亏待不了他。郭秘书长拿到资料，独自在办公室看了2遍。不得不说，资料虽然没有直接指向岳乡，但是非常详实。根据这份资料，纪委可以直接双规了前山镇的镇长后永贵，市局也可以直接逮捕天龙房产的王帅龙老板。这2人只要有一个人供出岳乡，不管证词是什么，岳乡的县长都算是丢定了。至于岳乡在省里的关系，会不会出手保护他，可能性很小，因为代价很大，所以这是一件完全可以操作的好事。郭秘书长想到这里，收拾起资料，敲响了张副书记的门。张副书记正在接电话，还是医院打来的。另外2名伤者也没有挺过来，刚刚离世。医院来的电话，又死了2个。老郭，这下子我们东平要全国闻名了。人祸大于天灾，今天的这个事已经证实了是人祸，具体的证据你看看吧。张一江接过资料，大概翻了翻，这些资料四清市长知道吗？还没来得及向市政府汇报，我们这里要有个章程，是严惩还是谁打招呼谁来擦屁股？市委总要给市政府一个说法。我现在想严惩都难了，事情小还可以小事中办，事情太大了，只有大事化小，万一吸引来中央的目光，就我们这副小身板扛不住啊。不，现在我们想要大事化小都难了。怎么了？李怀杰被裹挟进来了，那个愣头青是一根筋，不好做工作。我们一起去找司经市长吧，资料交给他，把我们市委严查重处的态度亮出来，然后听天由命。一江书记，您刚才是在试探我的态度吗？这种事情就不是我一个副书记能做得了主的，我当然要有所试探。现在这个炸弹扔给了司经市长，就看他是怎么考虑的了。司经市长的年纪已经57了，所谓的7上8下，现在东平市委书记出缺，上级既然对他没有表示，就说明他已经彻底失去了培养价值。呵呵，难怪你俩要联袂前来逼宫了，这后面还藏着个正处啊！你们俩真的下定了决心来面对各方的压力吗？司经市长，如果这样的事情我们
都要包庇，那我们是什么？不要说是党员干部了，连人都不配做了。市委的意见必须一查到底，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好，这才是我们党员干部应有的担当。我也不怕和你说一句，在你们来之前，省政法委洪书记刚给我通过话，他从全省政法形势上来谈，要求我们对今天发生的群访事件做淡化处理。轻飘飘的一句群访就想掩盖掉3条人命，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省里头的压力你们尽管往我这里推，我这个快退2线的老家伙还能帮着你们扛一点压力。但有一点，眉山的县长人选，你们市委必须听我的。4星市长您放心，不管新任书记是个什么打算，只要这个县长的人选上了常委会，我坚决投您一票。接下来还有一件很重要的工作要人去做，那就是善后。这一系列的善后工作处理难度大，协调难度高，需要一个站得住的人顶着风险上。市委有什么好的人选推荐吗？4星市长，要不我们就让岳湘亲自负责这一块吧。不管怎么说，他身为县长，有责任也有义务安抚好这些群众。那就是他了，自己拉出去的事，请他自己做回去，这很公平。这样的话，我给严理市长打电话，让他亲自交代岳湘去办这件事情。还是领导思虑周全。根据李怀杰的反映，岳湘好像特别尊敬谭市长，由谭市长出面，亲自安排，亲自监督。善后这件事情肯定出不了岔子。廖市长看着一脸正气的郭秘书长，谭眼里怎么你了？你这随手就给他套上一根绳子。不过市委的干部不都是这样吗？从调走的袁阔海袁书记开始，到他的小秘书李怀杰，再到办公室的小齐，全是肚子里做文章的。现在也不多一个小郭了。说完，直接拨通了谭眼里的电话。小谭啊，还在眉山吧？今天你们公安系统有人牺牲了，你要做好家属的安抚工作，然后连夜赶回来。今天的械斗案子有了新的进展，回来的时候顺便把眉山县这个天龙房产公司的老板叫什么？我看一下，叫王帅龙的家伙抓起来。我这里有证据显示，他是今天这起群体上访械斗事件的组织和煽动者之一。谭眼里接到廖市长的电话之后，感觉脑瓜子有点痛。是谁这么缺德，出这么个馊主意，要求岳湘来处理善后，还要求我加以监督？这不但把我架上去了，也把岳湘放在火上烤啊！面对被自己坑死的死者家属，他岳湘的心理阴影面积有多大？岳湘，你一个既没有水平又没有度量的人，能混上县处级的领导，已经是你岳家坟头上冒青烟了。但什么都不管的话，岳镇这里也交代不过去啊！今年年底省交通厅的人事调整中，岳镇有很大几率升任分管财务政策法规和执法监督3个大处的重量级副厅长。这样的话，岳镇就能一举成为洪汉生书记这一派的中坚力量，在派系中的地位甚至还要高过我这个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公安部门的上升管道狭窄，竞争力压力太大了。他谭眼里在洪系中的发展已经到头了。这种情况下，谭眼里要想更进一步，必须要寻找更高的高枝来攀附，这就是现状。他必须要向自己的派系掌舵人洪汉生书记汇报。洪书记在听完谭眼里的汇报之后，声音有些疲倦。你也不要才是谁做得了，这件事情跟你也没有什么关系，是我做的有些急切，打乱了处理事情的先后顺序。就这样吧，你认真做好自己的善后工作。岳镇这里你先和他通个气，就说我也知道了这个情况。另外，小谭啊，你要稳住自己的阵脚。洪书记的话很含糊，一句你要稳住自己的阵脚，透露出一股不祥的信息来。难道说省里有人盯上自己的位置，想借着今天的这个群体械斗的事情发难？想到这里，谭眼里不再犹豫，拨通了岳镇的电话。岳老弟，是我啊，老谭，刚接到市医院的消息，又死了2个，事情闹大了。谭哥，你有什么关照？这个事情其实和岳湘并没有直接关联，调岗应该就是不得了的处分吧？目前来看，市委市政府已经掌握了相当关键的证据，这才甩开我这个分管全市治安的副市长，直接动手开始处理了。现在更是把岳湘老弟和我放在处理善后工作这一块上，真不亚于把我们架在火上烤啊！尼玛，这个李怀杰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副书记，怎么这么能蹦呢？哪里都有他的影子。好吧，谭大哥，我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件事情唯一能做点补救的，也就是裹挟着大事，逼着他李怀杰不敢对外通报，或者有选择的对外通报，也只有这样才能给岳湘留下一点翻身的机会。你岳镇是真糊涂，还是在这儿跟我装糊涂？这么明显的事情了，还要我去逼他李怀杰在对外通报上做手脚，真的是不拿28岁的县委副书记当干部吗？岳老弟，刚才我把这个情况向洪书记汇报了，洪书记的原话是你要稳住自己的阵脚，并且洪书记还点拨了我一句，让我转告你，这个事情他知道了。岳老弟，县长，
竟敢招惹省委书记的秘书，不仅指着秘书破口大骂，还扬言要和他斗到底，只因他在省里有硬关系。没想到这次却踢到了铁板。小李，岳乡县长组织群众上访，煽动群众械斗，这已经不是违反纪律的事情了，更是犯了国法。他岳乡必须得到组织的严肃处理。刘书记，接下来就只能等着市里的处理结果。这件事情已经惊动了省委、省政法委洪书记已经责成左处长成立一个工作组，明天上午就到东平来。不怕告诉你，岳乡的各个岳镇就是洪书记一手提拔起来的。以我的经验，这个事情省里和市里还要过招，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刘书记，您放心，面对某些人这种祸民乱民，甚至是残民遗产的行为，谁都不能让我后退半步。次日，刘连山书记紧急召开了场临时委员会，这是刘书记第一次在全县部门拉下脸。没过多久，会议室的门就被人重重推开。我是省政法委下派的调查组组长左进，专门来调查昨天在你们眉山县发生的械斗事件。请问谁是李怀杰？李怀杰看着左近的这一副架势，果然是来者不善了。我就是李怀杰，请问左近同志，你找我有什么事？找你自然是要调查昨天的械斗事件。李怀杰同志，如果我掌握的资料没有错误的话，你在调来眉山县当县委副书记之前，并没有任何的基层工作经验，是这样的吧？是啊，乡村街道的基层工作经验，我的确没有。我从省政研市下调东平市委，一直都在机关工作。这和我们掌握的情况一致。那么，在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你认为你自己有处理这方面的经验吗？左近的问题里陷阱多多，李怀杰一个不小心就会掉进去。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认为，在你看到前方上访群众拦住了道路，你因为没有处突经验，出于逃避心理，这才下令司机掉头的？这种带着目的性和指向性的调查，谁能扛得住？看来小李要遭啊！不，我当时最真实的想法是，这是一帮被煽动的无知群众，不然的话，他们不可能真要巧合的拦住我的车。面对这种有预谋的突发事件，我必须坚守规章制度，克制自己下车参与调解的冲动。事实也证明了我的做法是正确的。我们参与阻拦劝解的3名干警全部被愤怒的群众打成重伤，李振同志更是因此牺牲了。让我们回到调查中来，毕竟我们今天要干的工作就是这个。李怀杰同志，你想过没有，如果你下车了，和干警们一起进行劝解工作，后果会不会完全不同？忘记了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向眉山县宣布。现在我代表省政法委调查组向眉山县委县政府宣布，凡是所有涉及到昨天群体性事件的信息公布，都必须要经过省政法委调查组的同意。任何人单位不得以任何名义擅自向外界，尤其是媒体公布任何信息。简单来说，昨天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全部交给我们省政法委来处置，你们地方上就不要插手了。大家能明白吗？小李，你是名校的高材生，什么是识时务者为俊杰的道理，就不需要我向你讲了吧？悉听尊便。左近一看李怀杰有言不尽的左派，也禁不住头痛，稍稍犹豫了片刻，一言不发地离开了会议室。今天来眉山县搞调查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逼着李怀杰承认他在这起群体械斗事件中有着不可推卸的关键性责任。只有这样，才能让省政法委在处理岳乡的时候找到酌情处理的理由。但从刚才在会议室里短暂的交锋来看，这个李怀杰不好惹。岳乡现在也很难受，一整天都在和那些死者家属扯皮，整个人都被闹腾到一个头两个大。昨天晚上，他各个岳镇已经把话跟他挑明了，哪怕就算这次岳乡平安脱险，也不可能让他继续待在东平市。岳乡从医院里出来，直接让司机把车开到玉华山庄。玉华山庄是东平市少有的奢华场所，岳乡是这里的高级会员，有自己的长期套房。打开套房时，已经有2个人在等着他，一个是谭延礼谭市长，另一个人他也认识，正是今天下午来医院调查的省政法委调查组组长左进。谭市长好，左处长好，连累2位领导深夜莅临，给领导添麻烦了。小叶啊，这儿都不是外人，这么客套就过了。市局对王帅龙的突审有了初步结果，情况很不好啊！不但昨天的事件和你牵扯上了，就连去年的命案和你都脱不开关系，很麻烦。当初求到我的时候，把自己说的像是个地下党成员，要多硬气有多硬气，这一进去立马就软了，连1天时间都没熬过去，居然把去年的事情都抖落出来了，真是个软蛋。谭市长，您不要听那个瘪三乱咬人，根本没有的事情，我估计他是进公安局之后自己害怕，这才胡乱攀污呢。为什么不攀污别人，非要攀污你呢？就因为你们很熟悉嘛。
可不是吗？还是左组长思虑周全，这个王帅龙真的就是因为和我熟，这才往我身上倒污水呢。你是一线之长，怎么能和一个商人混得这么熟？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利益交换？我敢拿我的人格担保，我绝对没有亲手收过王帅龙的任何钱物，我的家人也没有，我和他之间就不存在什么利益交换。我和他之所以这么熟悉，主要是工作原因。再说了，以王帅龙这么胆小的人，要是我真的和他有什么经济利益上的往来，他肯定会直接拿出证据，还请谭市长和左处长相信我。你确定王帅龙的手上没有你月香的犯罪证据？我可要告诉你，你要想好了再回答，不然的话，你连累的都不是你哥哥一个人。想清楚了再回答我们。我敢100%的确定，我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落在他王帅龙的手上。那后永贵呢？后永贵手上有你的证据吗？没有，直接的证据肯定没有。好了，我们已经知道你在昨天发生的群体械斗事件中起到的作用了。这件事情的大概流程是这样：你因为不愤誓伪调走了关元民，在后永贵和王帅龙面前发了一些牢骚，然后后永贵和王帅龙为了单纯的讨好你，这才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组织煽动了这次拦路上访行动。当然，他们两人也只是单纯的想让上访群众给李怀杰同志一点难堪，给李怀杰同志一个下马威而已。但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因为李怀杰同志避开了上访群众，导致上访群众情绪失控，这才引发了大规模械斗。对，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这就是事实。叶香，你可要想好了，这个案子目前是在自己人手上办，可以这么办，但是谁也无法保证这个案子会不会又被人翻出来重新审查。毕竟榴莲山的地点是干什么的，你很清楚。一位48岁的省委书记能做到哪一步都不奇怪，你可要想好了，这一步迈出去之后，所有帮你的人，包括你哥哥在内，全都要负责任，全都没有回头路可以走的。我能保证，我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落在后永贵和王帅龙这两个人手上。昨天的事情太多，对李怀姐的冲击很大，现在突然松弛下来，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她，那个英姿飒爽的美丽姑娘。刚闲下来，面对一堆陌生的事情和一堆陌生的人，忙一些也是正常的。倒是没有那么忙，只是碰上了一个官场流氓，用阴损的手段栽污我，被连累了。说到这里，李怀杰就把昨天发生的月香针对他发起的群体性上访事件详细说了一遍。你也不要有太大的思想负担，这个事情我大舅应该会管。刚好我小舅这2天就在京城开会，我明天上午找个时间去向他反映一下，起码也要为对方真的对你下黑手做个防备。这个事情，刘书记已经和你小舅打好招呼，现在就等着看省政法委调查组接下来的具体动作。我也是在接到刘书记的电话后，心情才放松下来，这才想着给你报个平安的。特别是在这件事情没有彻底的处理完之前，你要有人身安全意识。那个月香既然连煽动群众上访这种违法违纪的事情都干得出来，谁敢保证他在没有希望的时候不会更极端一点？当年我爸还在老家当县长的时候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要不是当时的司机是部队省出来的，真的就被那一辆小货车给撞下山沟里去。这种恋人之间的电话一般都需要打很长时间的，李怀杰也不例外。等他挂断电话一看时间，已经深夜11点了。县委副书记刚一上任就被县长刁难，而就在此时，县委办公室主任杨长兴却看出了这名市里来的县委副书记不简单。李书记，你的联络员人选也该考虑一下了，不然还真不是很方便。怎么样，你有什么具体要求没有？这个家伙的态度有所转变啊，不过现在转变是不是已经晚了一些？你杨长兴可能不知道，我李怀杰可是出了名的记仇呢。现在考虑吗？在这个人心惶惶的时候，还是算了吧。我自己都不知道能在眉山县委待多久，就不去祸害其他同志。那么你的住处怎么安排？自有宿舍基本上都满了，而且生活条件也很基础，要么在招待所给你重新装一个套间。关于宿舍这一点，杨长兴倒是没讲假话，宿舍条件不好，不单单是县区，东平市委的宿舍条件也很一般，也就是勉强能住人而已。算了，还是不为难同志们了。行政股的人把招待所管理得很好，卫生干净，环境安静，一切都很好。要是能帮着在洗手间装一台洗衣机，那就更好了。这个要求真不过分，在杨长兴看来，甚至有一些卑微。毕竟和常务副县长钱立勇的套间比起来，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钱县长的一个亚克力按摩浴缸就花掉了2万多。好的，那我知道了。我这2天看了一些县里公务员的材料，说实话，这些材料整理的可真不怎么样，看的人是一头的雾水啊。更有甚者，连行政编和事业编都能搞混了，这就有些过分了。这不是男女不分吗？杨长兴听到这里，心里头咯噔就是一跳。看来李书记认为他自己面对省政法委调查组的徇私偏袒，依旧胜券在握啊，不然他吃饱了撑着来管人事上的事情，他连给自己找个联络员都没兴趣呢，自己这态度还不是很彻底。
李书记，人事档案这一块的管理，我们已经有10几年都没出新政策了。您有什么具体指导意见，我们两办肯定举双手赞成啊。到现在了，还不明白县委局势即将到来的变化？杨长兴，你这个聪明劲儿也太假了。考虑到接下来的主要任务还是需要杨长兴这个县委办主任配合的，所以李怀杰不得不很隐晦地给出了自己的说法。至于杨长兴能不能理解，就要看杨长兴的机缘了。能，那他杨长兴就要死心塌地地跟着刘书记走，全心全意地听李怀杰的调派。不能的话，那就翻他杨长兴的旧账，给他换个岗位。李怀杰相信自己是这么想的，刘书记也是这么想的。让办公室信息股整理一份全县所有公务员的名单，按照年龄、职务、学历、升迁履历以及关联关系做一份谱系图出来。这可是个大工程，李书记，时间上有什么要求吗？工程是不小啊，可要是一旦搞出来了，就能受益好几年，值得搞。现在这个组织人事，说个好听点的，就是雾里看花啊。这对连山书记的人事决策来说，起不到参考作用。尽快搞吧，越早搞出来，县委在人事管理上就能越早的占据主动。好的，我一定把这个政治意义向大家讲清楚，尽快完成这个人事结构上的谱系图，让信息股做个进度计划送到我这里来。你要确保办公室按照这个计划进度往前推进。杨长兴很清楚，这张县人事结构谱系图搞出来之后，组织部将会有多被动。好家伙，你和组织部长谢春来还没见面呢，这就斗上了。看来谢春来的好日子真的到头了，十有八九还是李怀杰和刘书记一起对谢春来进行混合双打呢。谢春来是县里正科级以上干部里面少有的拥有全日制本科学历的人。90年代本应是属于他的教育干事岗位，给了一个叫岳香的教师，也就是现在是眉山县长。岳香表情晦暗，眼神飘忽，一副心思不定的样子。春来啊，我们认识16年了，从来没有真心谈过一次话。岳香这种从没有出现过的姿态，让谢春来的感觉更加不好了。岳香县长，您这就是批评我了。我的思想在您面前一直是赤裸裸的，没有任何掩饰和伪装的。老谢啊，你比我大3岁，你比我聪明3倍，你的算计是我的30倍。在我心中，你一直是绝顶的聪明人。关元民和你比，他差远了。如果你有一个和我一样哥哥，你现在起码也是一线书记。你的命不好。岳香县长，您太谦虚了。陪我走一走吧，我们两个是狼狈为奸也好，还是相互利用也好，都一起走过了10个年头。10年啊，有过多少风风雨雨。走吧，让我看一看，我们一起建设了一辈子的眉山县。岳香县长，您这是要调离眉山吗？这么突然的，要调去哪里？春来兄，眼下这一劫兄弟我怕是躲不过去了。昨天晚上省政法委和谭市长一起找我谈话，让我有个心理准备，说不管是王帅龙还是侯永贵，两边的说法都对我不利，我怕是很难洗脱组织煽动人群上访的嫌疑了。不至于吧，岳香县长，您是不是有什么其他把柄被他们俩抓住了？不然的话，省政法委的调查组也好，严理事长都是自己人啊，仅仅一个组织煽动的错误，还不至于让您这么悲观吧？他们是自己人，帮你这一点瞒一点，再打个马虎眼，多大的事情不能消化？哎，自己人也是人，也怕承担风险。他刘连山的兄弟是省委书记，我的哥哥只是个小处长，这就是我必须被公事公办的原因。说实话，岳香为什么要搞出来煽动老百姓上访的，谢春来是死活都想不通。他这么干，好处不大，隐患不少，犯不上了。现在岳香突然被省政法委的调查组公事公办，这个冲击对谢春来实在有些大。一旦调查组和市纪委要公事公办，岳香这里要是守不住，那真是拔出萝卜带出泥，一扎一大片啊！岳香能守住秘密吗？还是真向外面流传的？一旦人真的被抓进去，想说什么不说什么，可就由不得他自己了。春来兄弟，我今天来找你，就是要给我一颗定心丸。就后永贵、王帅龙手里掌握的我那点事，最多也就是能把我拱下台，根本不足以让我吃官司。关键是调查组，特别是市纪委，肯定不可能就这么算了，扩大调查范围是一定的。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县领导，市纪委那里肯定有我的黑材料，所以现在你要给我吃一颗定心丸，你我之间的陈年往事到此为止，你能做到吗？当然必须做到。我就说白了吧，捏在我手上的那点东西，只是为了在你这里求个平安的，跟你捏着我的把柄比起来，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不如。所以哪怕是为了我自己好，我也不可能对调查组透露什么。面对调查组，不管是省政法委的还是市纪委的，我都只会装傻充愣，帮你遮掩。不管是从我今后的工作处境上讲，还是我自身的政治前途上讲，我都只盼着你平安无事。两人开诚布公之后，可以谈的东西就比较多了，起码也可以就眼下的局势做一点深入的探讨。
月乡县长，我说如果的话，你现在向县委提出辞职，对调查组和市纪委是不是就有了交代？在这个时候，您主动提出辞职，是一种负责任的姿态。您不用担心，您的这个辞呈不会立刻生效，哪怕刘书记真的想让您辞职，也要经过我这里对您的辞职申请进行审核，主动权还是在我们这里。当然，这种小手段只能给您在市委领导面前留一个相对正面的印象，没有决定性的作用。老谢啊，要不我说你这家伙聪明绝顶呢，你这个以退为进的想法绝了，这可不是什么小手段，能在市委领导面前留下一个正面印象，对现在的我来说真的很必须。有时候这一点正面的印象就能改变他们对我个人的看法，从而改变更多。但是确实像你说的，光靠这个手段就想度过眼下的难关还不够，还有所欠缺。要是能把市纪委搞定就好了，只要后永贵那不出岔子，我就能100%过关。月乡县长，您搞不定市纪委，难道还搞不定后永贵吗？怎么，你有什么好办法？丑话说在先，买凶杀人的事情我是不可能干的。哪儿就能想到买凶杀人呢？我的意思是说，您和后永贵之间的那点事情，您可以花些资源，把那些还没来得及落实的证据给掐了。这样一来，市纪委顺着后永贵提供的线索来查您的时候，就会发现后永贵提供的线索是假的。到时候，后永贵的证词难免有诬陷之嫌，即使市纪委查到是真的了什么，对您的处罚也会酌情的。老谢，是我耽误你了，要不是我把你压在前山镇，浪费了你4、5年时间，你现在也不得了，起码级别不会比我低。谢春来和月香分开之后，眉头就一直皱着，处境越发艰难了呀。这个眉山县长他是不可能干下去了。月香一旦倒下，我帮着月香对抗刘书记做的那些事情，就一定会被刘书记清算，怎么办？随后，谢春来找到了李怀杰。对不起啊，李书记，你就职的那天，我因为各种顾虑，没有参加你的任职宣布大会，非常失礼，请您原谅。你怎么这么坦率？这不是我印象中的谢春来啊？难道说是我看走了眼？谈不上失礼不失礼的，更谈不上原谅与否。任职宣布会不过是为了方便我认识了解同事们的一个会，不重要，真的不重要。我想我们大家很快就会认识的，是吧？当时听说你在上任的途中被上访群众阻拦了，而且还引发了群体性事件，我这儿就多了许多顾虑，怕引起某些领导同志的误会，这才避开了你的任职宣布会。这个事情要怪我立场不坚定，没有遵守组织程序，请你原谅。明白了，谢春来这是在自救啊。春来部长，你这是不是意有所指？被调查，准备和当年的对手和解，怎料谢春来转头就向县委副书记坦白了一切。春来部长，你这是已经和月乡县长达成了共识，岳县长是个什么打算？李怀杰的问话让谢春来大吃一惊，仅只是凭借着自己这2句话，他就能推断出自己和月乡之间的大概动作。这位副书记的推理能力真叫人佩服啊！既然你李怀杰愿意开诚布公，那我谢春来要是再藏着掖着，就是对自己的前途不负责任了。月乡县长准备向县委提出辞职。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美其名曰以退为进，实际上还是打不过就跑，外加卖惨博同情而已，实在不值一提。春来部长，你已经做好了和月乡县长做政治切割的准备了吗？当然，不然我怎么可能放出来他要辞职的这个消息？这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消息，没有你想的那么大的价值，甚至在我看来，还没有你准备和他做政治切割这个消息的价值大，连拿来显示你向刘书记悔过的诚意都不够。李怀杰说到这里，拿出一份手写的材料，递给了谢春来。春来部长，加上这个就差不多了。既然你愿意配合县委在组织人事上的调派，那么，请你回去之后，按照这份资料上的要求，做一份咱们眉山县5年内公务员调动升迁谱系图出来。谢春来扫了一眼之后，后背上汗毛倒竖。这个按照年龄、职务、学历、升迁履历以及关联关系，特别是关联关系这4个字，不亚于一张催命符。他谢春来要真是把这种谱系图弄出来，就会得罪眉山官场1半以上的公务员。不是，怀杰书记，按照你这个要求搞出来的东西，那可就不是组织结构图了，是一方照妖镜啊！您是不是再考虑考虑？春来部长，我要是你的话，不但要抓紧时间搞，认真的搞，还要大张旗鼓的搞，顺便再把刘书记关于县人事上的要求落实到位，不折不扣的落实到位。到时候我拿着你给的这份表格，也好在刘书记那里为你缓加1、2。这个道理，我想你是懂的，对吧？怀杰书记，我真要这么干了，恐怕连退休了都不得安宁啊！能不能把这个关联关系拿掉？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既然你不愿意搞，我也不勉强你。但是所有的人事档案和资料报告必须对县委办公室公开。春来部长，这不是要求，是县委的命令。他的意思是，组织部如果不敢搞、不想搞，他就命令办公室公开搞，这手段太狠了。谢春来用脚后跟想想都能明白，办公室搞出这一份组织人事谱系图的那天，就是他谢春来调离县委组织部的那天。怀杰书记，是我觉悟不高，没有领会县委的用意，对不起，这个任务还是请您交给外面组织部来搞吧，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春来部长，人被逼着做的事情和他自己主动做的事情，效果和结果是完全不同。你既然这么勉强，我当然不能强人所难嘛。您请回吧。
李书记，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交给我们组织部来做的话，起码名正言顺，也要比办公室更有权威性。再说了，在制作这份谱系图时，大量的关系调查工作也必须要组织部门主动调查才合乎程序。您说对不对？何必呢？老谢，刚才请你干，你偏不干，现在不让你干了，你反倒非干不可。怀杰书记，再给我一次机会，您放心，我一定好好干，也一定能干好。好吧，这本来就是你们组织部的任务，现在你既然愿意干，那还是交给你们组织部搞。当然，不管是为了促进你们组织部也好，还是为了监督你们组织部也好，县委办公室肯定还是要单独搞一份这样的资料出来。春来部长，你也不要多想，这件事情在你还没有来我办公室之前就已经定下来了。谢春来听到办公室居然早就准备搞这个了，不由得又惊出了一身冷汗。和这样的领导斗争，不但需要脑子，还需要胆子啊！谢春来走后，李怀杰拨通了刘书记的电话，准备向他汇报岳乡县长的新动向。刘书记正和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费春云在一起。等在省委组织部的会客室里，他和费春云一起来。省委组织部是跑编制的，费春云兼着市委编制办主任。这个小李经不住唠叨，他的电话。连山书记，我这里有个新情况要向您汇报，您现在说话方便吗？你说。刚才谢春来我的办公室，向您传达一个消息，岳乡县长准备向县委提出辞职。我通过对谢春来的试探，判断这是真的。我还没拿你岳乡怎么样呢，你现在还想着在舆论上倒打一耙吗？你具体说说。当刘连山听到李怀杰要求谢春来去做这份人事结构上的谱系图时，连身边坐着的费春云都顾不上了。我说小李，你这是在刨县委组织部的根啊！李怀杰在电话那头听得直翻白眼。这是重点吗？刘书记，重点不是应该放在怎么应对岳乡的辞职风波上吗？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确定岳乡准备辞职这个事情是真的。你也不要焦虑，他岳乡辞职这个事情是需要县常委会一致通过的，到时候就看调查组的调查进度了。我还就不信了，调查组敢在这件事情上拖3个月才出调查结果。李怀杰想起来了，程序上县长要辞职，县委必须在3个月内予以答复。是准还是不准，都要拿出理由来向县人大和上级组织部门说明。那我知道了，连山书记，目前我们只要对调查组的行动保持关注就好。挂断电话，李怀杰摇了摇头，对刘书记的这种消极应对有些不同意见。本来现在正是岳乡最为被动的时候，县委应该主动出击，对组织部、财政局、发改局以及审计局这几个重点部门加以整顿，恢复正常政府职能。尽快的为县委县政府服务才对。可是目前来看，刘书记的意思要等到岳乡彻底倒下去之后，水到渠成的加以整顿。正盘算着手机铃声响，拿出来一看，还是个国际长途。这是谁啊？是在美国留学的大学同学程文熙打来的。程文熙比他小2岁，才思敏捷，温婉大方，是真正意义上的校花。蚊子，你这深夜打电话来，是遇到什么急事了？没有啊，要回国了，有些兴奋，准备找你聚一聚。怎么不欢迎？李怀杰这才反应过来，程文熙应该是博士毕业了。了不起啊！恭喜你拿到全球含金量最高的学位证书。你既然学成回国，那我高低也要给你摆一桌，好好庆贺一番。你什么时间回京城？程文熙也没矜持，只是说目前的具体行程还没有定下来，定下来了一定通知他。我说蚊子，你不会是想搞个生物发电吧？是啊，6年前我就跟你说过，我国这么大的人口基数，城市化水平日益提高，城市垃圾处理一定会成为国家财政的巨大负担。怎么，你不看好这个项目吗？从公益上来讲，这是个了不起的项目，但是这对你个人来说，在经济方面没有什么收益啊。以现在我掌握的技术，多少还是能赚到一些钱的，起码不比在美国打工的收入低，养活我自己那是绰绰有余的。那好吧。第2天的上午，刘书记回到了眉山县委。连山书记，到目前为止，我都查不到我县干部的学历水平和平均年龄，这也是我逼着组织部搞大摸底、造谱系图的主要原因。你这么搞，会被人恨一辈子的。你在组织部搞出这一个大动作，断的可是那些人的官路，断的是别人的前程。领导，只要您能顶住压力，不担心他们的报复，我就有能力搞下去，还组织部门一个风清气正的大环境。这些搞群带风、搞串联的家伙们聪明着呢，想要报复我，他们还没长这个胆子。至于说我能不能帮你们顶住压力，这个才是问题。我这次和费部长向省委组织部的领导汇报工作时，兴华部长单独留我下来谈话了。李怀杰心中一动，马上想到了一种可能性：县改制之后，刘连山可能会高升，到时候刘书记调走了，新来的书记会支持自己这么整顿组织部吗？这个还真不一定，这可是把人往死里得罪的事情，不是真心爱国爱党，有几干部愿意这么干？您就好比是一把大伞，现在能帮着我遮风挡雨，等您走上更高位置上的时候，自然能从更高的层次上继续帮我遮风挡雨吗？既然你已经坚定了决心要搞下去，我当然支持你这种富有远见卓识的整顿改革嘛。在这一块，你李怀杰不怕得罪人，我刘连山难道还不如你？搞，放开手脚，大胆的搞。现在的眉山官场一片乌烟瘴气，是时候还东平市委一个风清气正的眉山县了。李怀杰把自己的想法用最简明的语言说了出来，才让刘书记理解了他的做法和出发点。李怀杰正要起身感谢刘书记的支持时，办公室的门被敲响。
请进。刘书记的话音刚落，月香顶着那张白白胖胖的方脸走了进来，扫了一眼八风不动的李怀杰，再看看也同样如此的刘连山，禁不住的怒火升腾。月香县长，你有什么事？连山书记，我是来通知你，我要辞去眉山县县长一职，请县委批准。为什么？月香县长，不管你的工作效益如何，工作能力怎样，你一直都在尽力的干工作啊，怎么突然就想不开了？李怀杰在一旁听的好险没笑出声。别看刘书记已经50有2了，可俏皮话真不缺，有点蔫坏了。不应该说，我突然想开了。这些年为了工作，抽烟抽坏了肺，喝酒喝坏了胃，连个懒觉都不敢睡，是时候换个轻松点的工作了。连山书记，请县委认真考虑我的辞职报告。你搞错程序了，这份辞职报告应该是组织部的谢春来拿过来给我，没有组织部的审查核实，你的这份辞职报告做不了数。当然，既然你真的准备辞职了，县政府那边的工作你都要做个计划报县委批准。对了，那些械斗的伤者家属，县政府这边是个什么章程？果然和谢春来预料到的一样，这份辞职报告还得走组织程序。刘书记，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让我做交接计划滚蛋？我偏不，辞职程序最长时间就是3个月，老子就陪你耗3个月。一想到刘连山那一副吃了苍蝇的表情，简直都有点迫不及待了。县长为了逃脱责任主动辞职，没成想刚通气完的组织部部长谢春来转头就投向了政敌，原本3个月的审核直接变成了1周。启动我的辞职程序最长就是3个月，我就让谢春来拖他个90天，看你刘连山能把我怎么样。你还别说，这种骚操作想想都挺爽，一想到刘连山那一副吃了苍蝇的表情，简直都有点迫不及待了。连山书记，您是不知道啊，械斗群众的家属真可谓满腹怨气，尤其是对李怀杰同志拒不接待他们的上访非常不满意。要不是我在市医院里把他们拦了下来，他们真的会打上县委。怀杰书记，你说你难道不应该谢谢我？面对月香这种无中生有的手段，刘连山在生气的同时，也想看看李怀杰的举动，看看他是怎么对付这种颠倒黑白的无耻行为。月香县长，你要是真敢再次煽动上访家属来县委闹事，我反倒真佩服你，因为你身上有一股子猪劲。可惜啊，你没这个胆子。想学蒋介石通电下野，来个以退为进，还能博来大量同情，你想多了。月香县长，你信不信，一旦你身上县长的光环熄灭了，你看看这个世界会怎么报复？当然，这只是我善意的提醒，你应该很清楚我的意思，这不是威胁。月香抬头看了刘书记半分钟，希望刘书记能说点什么，哪怕是打个圆场，他也好抬脚走人。但痛的是，刘连山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一言不发。月香县长，医院那边的群众安抚工作，你要立刻移交给排毛办的萧山同志，那边的形势已经很紧张了，你就不要再人为的制造矛盾，好不好？我明白了。出了县委1号楼，月香直接拐进2号楼找上谢春。别忙乎了，我刚从刘书记办公室出来，可把我给气坏了。这个李怀杰眼里没有半点上下尊卑，小兔崽子，你给我等着，看我不把你整出尿来。老谢，这是我的辞职报告，你给我拖上3个月，到时候组织上对我处理结果肯定也定下来了。等到那时，你再给县委一个辞职不能通过的审查考评，气死这帮王八蛋。岳县长，你放心，到时候我还是眉山县长，你也还是组织部长，眉山的一切依旧在我们的掌握之中。谢春来面对月香这种苍白的安慰和低级的抗争手段，心里头的鄙夷那就不用说，但表面上他还是过去那个为月香马首是瞻的谢春。这是当然的，只要您这座青山依旧在，我这一股春风自然为您而来。春来啊，话是这么说，可情况不是太好。那个王帅龙咬出了我的一些生活作风问题。昨晚省政法委调查组的左处长骂了我半天，这些事情肯定隐瞒不了，我可能会背上一个党内警告的处分，很麻烦啊！真的背上警告处分，我也很难继续在眉山县干了。月香，你脑子里装的是什么？都现在这个刺刀见红的时候了，你还在想屁吃，简直不可救药。但为了麻痹月香，他还得把这个场面很好的圆回来才行。月香得到了谢春来肯定的答复之后，心满意足地走出了2号楼。他前脚刚走，谢春来后脚就启动了审查程序。哪里来的那么多以德报怨？尤其是官场上讲究的就是以牙还牙。李月香把我压在后方村驻村工作组6年，这个仇是能一笑了之的吗？现在谢春来终于自己争取到了这样一个既报了仇又向刘书记卖好的机会，他怎么可能错过？与此同时，眉山县常务副县长钱立勇也正在和市委副书记张义江通电话，电话是张义江打给钱立勇的，意思就是告诉他，不管月香是真辞职还是假辞职，反正他这个县长肯定是干不下去了。考虑到眉山县的副书记是今年刚提拔的副处，再怎么破格提拔也轮不到他李怀杰。在这种情况下，他钱立勇这个常务副县长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一江大哥，您看市里面现在是个什么局面？我这儿云山雾罩的，你给指点指点。张一江是钱立勇那个已经退休了的老丈人，一手提起来的，很多话钱立勇都可以和他明着说。那个利勇啊，据说省林业厅的姚长青厅长有很大可能调来我们东平。姚厅长就是从省招商局出来的干部，你应该能想到办法吧？是姚厅长的话，我肯定可以提前去汇报工作吗？姚厅长的爱人目前还在招商局机关党委工作呢。我就是担心廖市长会不会趁着新书记没有来，匆忙定下人选，到时候我们自己白忙活一场都无所谓，就怕会影响到姚厅长对我的观感啊！我解释起来可就老费劲了。这一块我倒是有办法拖一拖，反正省委也不可能长时间不给东平市派书记。你要是得到了姚厅长的赏识，记得和我说一声。岳湘的处理结果很快就出台了，岳湘背上了党纪政纪上的双重处分。政纪上的处分是记大过，党纪上的处分是严重警告。在市委市政府的紧盯下，岳湘的辞职流程走得相当快，不到1个星期的时间，岳湘就离开了眉山县，去省城养病了。直接责任人侯永贵、王帅龙被批捕，曾经参与了天龙地产公司拆迁队的一方，先对劝解警察动手的14人已经被全部抓捕。李怀杰拿到这些资料时，心情是很沉重的。特别是罪魁祸首岳湘的轻松脱罪，让他分外的意难平。今天是袁阔海上任的第一天，李怀杰一大早就赶到了省城，找到袁市长在省城的家。陈爱华阿姨正好在家忙活着。小李来了，正好帮我张罗张罗，一会儿老袁他们家会有不少亲戚要过来。陈阿姨，老板他们家亲戚住的地方提供免费早餐吗？要是没有的话，我还得买好早餐给他们送过去，不然有点缺礼数。有的，我帮他们开的房，4星级宾馆，条件不差的，8、9个人，中午在家里吃了午饭就开始打牌，等老袁回来吃完饭聊一会儿天，总要聊到晚上8、9点钟才走。一下子涌进来8、9个人，自然嘈杂拥挤嘛。难怪连下来脾气极好的陈爱华都头痛了。陈阿姨，这个才叫没办法，皇帝家里的穷亲戚，皇帝也惹不起啊。这都是有血缘关系的，能够好好招待也是应当分的事情。就担心他们来找老板办事，那才是大麻烦。别的事情我不管，这种事情谁敢提出来，我就把谁轰出去。在自家亲戚身上吃亏受累犯错误的领导，我可没少见识。找你办事的时候，千好万好，事情办完了，这不好那不好，总之就是落个里外不是人。家有贤妻不遭横祸，贤内助说的大概就是陈爱华这种人了吧。时间一晃就到了11点，那一大帮亲戚也都到了。陈阿姨，今天是老板新官上任的第一天呢，亲戚们来了不就是图个喜庆吗？怎么能在家吃饭呢？要是请他们去饭店吃饭吧，他们会不会误以为是吃酒席？到时候他们真要是随礼了，那才是大麻烦。陈阿姨，今天是我代替老板照顾客人，吃饭这样的头等大事，您应该要得听我的安排嘛。我就不说您做的好不好吃了，这么说吧，家里头地方小，桌子也不大，客观条件不允许，听我的，我来安排咱们家这些亲戚，中午咱们就去西坡街的庆祥楼去吃火锅。陈爱华看着李怀杰，一边对着自己演，一边在眨眼睛，不由得也笑了起来。各位叔伯大爷，厨房里只有2个灶头，忙活不过来啊。中午咱们就去外边随便对付一口，随便吃点什么。晚上等我老板回来了，咱们再好好喝一杯。我在这儿从不拿自己当外人，你们是袁叔的亲人，我们就不能见外了。走，我们去庆祥楼吃火锅去。就在此时，省政法委洪汉生书记接到了省委办公厅督察处姚长乐处长的电话。姚处长要求政法委就东平市眉山县群体械盗案件出具一份调查说明。不是啊，姚处长，这个案子已经接了，这个时候再给你们督察处一份调查说明，怕是有些不太符合程序啊。姚长乐虽然只是高配的副厅，但他对上省政法委书记这样的副部一点也不切合，更何况这个要求还是省委书记连克明的秘书钟明亲自找他提出来的。当时钟明的脸色不很好，态度可以说很差。哼哼，洪书记既然这么看不起我们督察处，那我让钟明钟处长直接找您求取。当他听到钟明这个名字时，忽然清醒过来，这位可是省委书记的秘书啊，代表着连书记的意志呢。这就是连书记已经关注到了这件案子呀。还好这件案子的处理结果不能说完全公平公正吧，偏向性也没那么明显，经得起省委督察处的调查。既然不怕查嘛，那不妨硬气一点，真当政法委书记是个屁啊。行吗？你们督察处出个签收单，我这里安排人把调查报告给你们送去。姚处长一听乐了，从来没有督察处给被督察单位签收据的，今天算是头一遭哈。于是他满嘴答应下来，约好了下午的3点半，政法委派人送报告，督察处当面签收。当然，怎么签收这个事情，姚长乐肯定是要和钟明钟处长商量的。姚长乐到办公厅秘书一处，找到了正在看稿子的钟明，把洪书记提出要签收的事情说了一遍。哼，我亲自去签收，掀他奶奶个腿！钟明平常都像是戴着块面具，喜怒不形于色的，今天这是怎么了？钟明作为连书记的秘书，已经干了2年多，可以说是深得连书记的信任，能够被省委书记深信的秘书，
起码在忠诚上完全没有问题，在政治上是成熟的，当然不可能是这种城府。他发脾气是有原因的，而且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眉山县群体械斗案子的处理结果已经引起了连书记的严重不满。